准备前往曼谷旅游吗？这份详尽的行前指南将为你节省大量的研究时间。你知道有着便宜的美食以及优质汇率的苏万那普机场吗？进入市区后如何安全的叫车以及注意事项，跟我一起前往 Super Rich 的总部换取最好的汇率。最后在 Big C 购物中心直接把伴手礼免运送到酒店。这份贴心的指南将为你的旅途增添无限的乐趣跟便利。整个机场有点像是一个小 mall， 你在这边不一定是只是做出境或入境之外，听说美食街非常的厉害，所以你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不同的搭机体验。这集影片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整个机场它有哪些吃喝玩乐的部分，以及它的交通攻略，包含你怎么去搭计程车，以及可以省钱的机场快线，在1个小时之内快速的到市区。像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就可以申办5G 的电信卡。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蛮多那种外币兑换的店像旁边有 KBank， 大部分的兑换所的汇率比较不好。你看好像台币是0.89，所以我会比较不建议说你一出关的时候赶快去换钱。你只要有 Visa、Master、JCB 跟银联的信用卡，你就可以来这边做外币的提款。蛮特别的是因为它旁边是取行李的地方，然后这边就是整个外币的提款机。来到这个机场出海关会不会很慢？目测柜台大概有30几个，我排的时间大概花了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机场共分为5层，比较重要的是第4层出境的时候你要先去的退税地点，以及第1层就是你搭计程车，以及24年新增的 Grab 点在这边，然后角落还有一个美食广场，价格也比较便宜。B 层最主要是机场的轻轨路线，旺季的时候坐计程车到市区非常的塞，因此这不失为一个又实惠又方便的选择。此外最好的换位地点也在 B 层哦。手扶梯蛮奇妙的，因为它左右两边都有手扶梯，搭上来感觉还蛮空旷的。虽然人看起来是真的蛮多的，但是至少还有一点空间让你可以走。3楼真的蛮多国际连锁的餐饮品牌，其实都可以看得到，甚至是像泰国当地的餐饮品牌或者是药妆都有。这个机场比较特别的是，除了入境的餐厅非常多之外，出境安检之后餐厅也非常的多。餐厅基本上都可以用现金或是信用卡刷卡，这点不用担心哦。此外还有看到有按摩店，如果你今天出入境非常的劳累的话，你都可以来这边享受这个服务。你今天是有预约旅行团或者是接驳车的话，右边就是一看到就是接驳团。我刚才看到其实1楼也有115，就是那个旅游警察，在旅游中遇到一些相关的问题，你都可以来这边去找警察做协助。它是24小时的，也有提供中文的服务跟英文的服务。另外像是Lawson跟 Seven 都可以在机场找到哦。如果今天想一下飞机就喝泰奶的话，1楼也有手标牌哦。另外，如果今天你在3楼觉得那个餐厅实在太贵了，这边也有美食街我还没有进去就看到人山人海。Oh my god！ 我看到它的美食真的超便宜，面食或者是一些饭类，平均价格大概50块到60块台币之间。你看我点了一个大份的，2种不同做法的烤鸡肉饭，大概是120块泰铢，分量是够的。那这边储值的方式拿泰铢到他们柜台去储值，他会给你一张卡，你把钱储在里面之后你就可以拿这张卡到他们的柜台去说你要吃什么，用英文稍微沟通一下，发现他们前台人员英文还是通的。我吃完之后，我会把这个卡，它有规定时间是在晚上11点半的样子，把这个卡退还回去，他就会把钱拿回来。来到泰国就是可以吃他们酱汁，我觉得是超享受，所以我刚刚拿超多酱汁淋在上面，一定超好吃的。它酱汁是比较偏咸一点的，它的鸡肉其实普普通通我觉得没有到很 OK， 但是我觉得它很方便，因为就在1楼而已，所以你不一定要去吃3楼的餐厅，可以来1楼这边吃饭，感受一下当地的氛围，我觉得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计程车的位置就在第1层的4号门跟7号门之间。那打车流程就是先进入自助取号区，按车型取号，再到指定的位置上车，下车付费。首先你要先确认你要乘坐的车型，按取号区入口上方的指示牌进入相对应的取号通道。大型出租车类似像是 SUV， 那起价是40块泰铢，适合行李多的。那一般出租车起价是35块泰铢。操作自助取号区之后按单子上的停车通道号码到正前方的停车区对应通道找你的计程车，确认车牌号码，无误后上车。那告诉司机你要去的地方，最好是英文版或是泰文版的饭店订单。那下车时会以跳表金额付费，同时还需附加以下的费用。
短程出租车是行程少于10公里的机场附近区域。那短程呢，它是不用取号的，在取号区的小房间对接就可以了。那至于 Grab 的接驳地点啊，第1层的4号门出去就是喽。再来就是我最建议前往 B1 的换汇所，从7号出口旁边的电梯下去，或是从旁边的手扶梯下去都可以哦。走下来啊，你就会看到上面写说它的可以换汇率的地方，就是往后转，你就往后转。快看到机场快线啊，这时候你就往左边转，往左边转，这边就看到一个小小的下坡，我们就一直往前面走。好，那我们再往前走，往前走之后，我们往右边转。它躲在有一点点小巷子，所以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怎么走。我们映入眼帘的是橘绿黄，大家都看到橘绿黄，就是那边3家连在一起，就是那汇率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不一定要在3楼或是1楼那边人挤人那边换钱。另外啊，这边有一个小提醒，就是你换汇的时候，可以跟柜台人员说你要换一些零钱，因为最主要等会你要去搭机场快线的时候，多半都是用零钱做投币的，所以这点可能要提醒大家一下。换汇的旁边其实就有胶囊旅馆，哇！我以为我来到那个秋叶原，就好像是太空舱一样，好有科技感哦，很酷哎。我觉得花点钱啊，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可以享受到下一场的旅程，这不是很好吗？这边也有提供那个大件行李的托运。好，我们现在到机场快线，教大家怎么样去购票。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啊，可以切换成英文，换这边切换成英文。你要到的站，按一下你要到的站，选择你要搭乘的人数。比如说我今天是1个人独旅，我就1个人。它这边就显示它1个人的价格。机场轻轨路线啊，一共8站，票价最多是45块泰铢。终点站啊，连接市区的轻轨站 N2， 也可以转搭其他的大众交通工具。旺季的时候啊，不失为一个又实惠又方便的选择哦。好的，再来就是大家出境前最在意的退税流程。那一共分2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是个人消费总额满2万块泰铢以上，另外一个情况是2万泰铢以下。另外啊，因为退税的人非常多，建议提早3个小时到机场哦。那关于退税条件啊，最重要的是第4点，就是它退税其实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尽量是在你出境之前购买你的伴手礼或者是奢侈品哦。特别提醒，你今天在一家商店一次消费超过2000元泰铢，会得到1张退税单。分别在不同的2间商店消费的话，就会各自得到2张。来机场退税时，请全部统一整理好，并结算你的个人消费总额。那第一种情况啊，我们超过2万块泰铢，需要带着你买东西的退税单。在托运前啊，我们先到 U 号柜台附近，可以看到如窗口排队，等着工作人员查验盖章。盖章后啊，我们就可以正常去托运行李喽，以及办理登机出境。记得啊，税单一定不要托运。如果退税商品有这些物品的话，以及随身物品超过10万块泰铢，工作人员啊会让你拿出来查看，所以千万不要托运，请以手提的方式上飞机，因为过安检之后啊，有大概率会进行第2次的验货哦。带着你的税单及盖章时工作人员所要求的相关资料。出境后啊，在前往登机的路口上，你会看到指示牌。建议啊，如果离登机时间还久，可以去左边，因为人比较少。在牌子上啊，可以看到 VAT 的指示。到了柜台啊，直接按要求把单子给柜台人员，就可以等着退钱喽。那第2种啊，未超过2万块泰铢，无需盖章，办理登记手续后啊，直接通过安检，直接来到这个退税柜台就可以了。再次提醒，退税单不要拿去托运哦。过安检后啊，购物区的规模就像是一个小 mall 一样。餐厅啊与购物的地方非常多，那沿路上啊有免税商品店王权、高级精品 LV 或是纽约手工慢香水都能在这边找到，甚至啊如果你想再品尝一下芒果糯蜜，这边也能吃到。那一路逛下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国际连锁速食店，但是价格真的不遑多让啊，几乎贵了有1倍左右。那这边也有小贩卖部，如果想要补充水分或者是小零食的话，这边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进市区后啊，有2间汇率所是非常推荐给大家。一间啊是靠近 PTS 的阿索克站，另外一个是靠近深秋沃的总部，汇率也是最好的。
第一间啊，从阿索克蛋1号出口出去，就看到非常多的人龙在排队。然后它离各大百货公司啊都非常的近，所以蛮多人在这边换汇的。距离 Terminal 21只要1分钟，可是我发现到它的汇率，我刚刚换下来是1.095，我发现到它可能还比机场最隐秘的那个 B1 的机场快线那边换汇所可能汇率还要再高一点点，但是它这边好处就是因为它离阿萨克站很近，所以你 BTS 一出来你就马上可以换汇了，所以它的便利性是有，可是我觉得它汇率上稍微的差一点点。BTS 上面其实是没有冷气的，不像在机场快线这边是有冷气吹，非常的凉，所以我刚才等了大概10分钟吧，虽然很快就轮到我，可是你会觉得说有点热。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在史隆线这边去做 shopping 的话，这边的换汇是最快的，而且它有一个好处是它是在天桥上面，所以你换完汇，你就可以快速的到达你各个要去的百货公司 shopping。换汇完啊，不妨到旁边的 Terminal 21休息一下，也可以在美食街吃饭以及购物。因为这几天我在不同的地方换汇，我觉得汇率上没有差多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今天到 Super Rich 总部，它的汇率是我会在优质。总部啊就在 BTS 启动站下车后啊，要稍微走10分钟左右，中间会经过大型的百货公司 Central World 以及伴手礼首选的 Big C。经过 Big C 后啊，往前走约100公尺会看到李海泉红色招牌，这时候啊你就要往右转，再走约200公尺就会看到 Super Rich 总部的招牌。好的，我刚才来到 Super Rich 的总部换完汇。如果你今天是带着非常大的现钞，你要来这边怎么换汇？第一步，你要先到他们的1号柜台，就是先做注册，就是说拿着你的护照正本来到柜台，他会帮你做登记，以及他会问你稍微问一下说你大概要换多少的钱，因为他们有一些外汇管制。另外你就是要提供泰国当地的手机号码，所以他会要求你填上你的手机号码。如果你今天是拿护照正本的话，他会帮你列一份银本，你再拿这个银本到第2个步骤，就是要去换汇，把你的现金准备好。那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就是它的换汇的柜台大概有10几个柜台，所以其实是非常多的。这几天因为我到处去看所有的换汇地方，这边的汇率是最好的，汇率是1.12哦。像我在机场换汇的汇率大概是1.1。阿索克站旁边约是1.09。为了节省时间，去换汇前也可以先下载 Super Rich 的 App 查询汇率，可以依照你旅店或是旅游地的地理位置，点选附近的分店，并显示这个分店的汇率，也能透过导航快速得知你目前与分店的距离与位置。好的，最后总结，如果今天你是很确定你这次旅程会换多少钱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在机场的 B 层就直接把它换光光了。然后阿索克站或者是你临近你旅店跟旅游地附近的分店，就当成是机动性的换位，比如说你临时缺个几千块，你再去换。那最后一个 Super Rich 的总部是你真的有非常大的需求，可能是一次超过10几万、20万的话，你再去换汇会比较划算。来曼谷市区，你最常看到景象就是塞车，而且常常塞到你怀疑人生啊！因此公共交通工具也是旅客游玩曼谷的方式之一。来曼谷搭乘 BTS 是许多人游玩曼谷非常方便的一个方式，但是有几点要注意。如果你今天可能来曼谷非常多天，你要搭乘非常多次的 BTS 的话，我会建议你买储值卡。买储值卡有几个条件，第一个你要准备你的护照，第二个你要准备200块的泰铢，其中有100块是这个卡片的费用，100块的费用是不能退还的。再来，另外100块储值金就可以去做搭乘。另外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第一个BTS 卡不能与 MRT 的地铁卡共用，每个 BTS 站口的售票窗口都可以办理储值卡。另外建议一次不要储值太多，每次刷卡都会显示余额。另外，兔子卡也像台湾的悠游卡一样，可以在这些商店使用哦。另外有几点小贴心的提醒 ，BTS 上面没有任何的厕所，所以你在逛任何景点之前建议先到附近的百货公司，或者说你可以在你的旅店这边先上好厕所。上面是没有任何空调的，所以你今天要看好你是要搭好哪一个线。它左右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必须还要走上走下。如果你今天是拖非常重的行李的话，建议先看好你要到的目的地，然后确定好路线，你再慢慢走上去，不然你真的会热死。因为曼谷天气均温都是33度以上，非常的热。那可能有其他小玩家会问，如果今天待比较久的话，有没有比较省钱的方式呢？
MRD 它有提供多趟次的投标，例如像这次啊，我是买期限在1个月之内50趟次，售价是台币125块钱。另外有几点要注意，首先你要有一张 MRT 的储值卡，如果原本就有的话，你可以直接把旧卡拿给柜台人员；如果没有的话，就必须跟柜台购买。外国人啊，购买储值卡时必须出示护照正本，那柜台也会将护照影印留存。第一次购买金额为180块泰铢，然后告知柜台人员你要购买几次就可以咯。如果担心语言不通的话，可以用手机截图给他看就可以了。我这次购买的主要是以蓝线为主，因为大部分的景点都在蓝线上面哦。那如果还是嫌储值卡太麻烦，如果你今天有 Visa、Master 的信用卡，也可以直接进站哦。此外 ，BTS 也有提供多趟次的套餐哦。今天如果是多人旅游不怕塞车的话，用 App 叫车真的是帅气又方便。市区提供多样化的车种，满足你对预算或是体验上的需求。就是因为我来曼谷其实有一段时间了，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非常常用3个 App 的交车工具。那第一个 Grab 啊，它的价钱一直都是它的时效性，所谓的时效性就是它来接你的速度相对会比较快一点点。我在曼谷最常叫的就是 Bolt， 但是有时候在来曼谷之前呢，就查了一些资料，他们说 Bolt 可能会乱加钱，或是司机的品质不好，但其实没有哦，因为我跟Sharon或是我自己本身搭了快10次左右，那每一次我觉得轿车品质都很好，甚至有一次啊，我们搭了大概153块泰铢，拿了160块泰铢要给健身司机，跟他说 keep the change， 就是这零钱当小费给你没有关系。结果啊，他竟然把10块钱的泰币退还给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原本是要到席纳卡林火车夜市，本来要再进去一点点，但是因为里面实在太塞了，他就先暂停在外面。结果他很有良心的，就是他还退了一点点的那个里程的那个钱给我们，不跟我们收足那160块钱。他就说提前让我们在比较夜市外围一点点的地方让我们下，然后我们大概走路进去5分钟，他就先在外面让我们下。Bolt 啊，它就会有一些限制，它也可以用信用卡，也可以用现金。但是我此次来曼谷，我大部分的时间是用现金。为什么？是因为其实在国外啊，你绑定信用卡支付，它的盗刷比例是非常的高，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向来都用现金支付。大部分的司机英文能力都还不错，所以他在来接驳你的时候，他就会先打一些话，是说他可能在路上，或是说他现在 delay 了在哪里，他会大概2-3分钟都会回报一下状况，超及时的，因为他可能只赚了一点点建车钱，就好像有点跟 boss 一样在 report 说我现在人在哪里，你再等我一下，我快到了，我在平桥大道，再等我一下，我就觉得其实是蛮贴心的。好，那第3个 Moving 就是大家比较少见的嘟嘟车轿车 app， 它很方便的是它就比如说在一个街道上面，它接驳的点非常非常的多。第一个，你可以一个人叫车，整台车你全包了，费用比较贵一点点之外，你也可以跟人家共乘这个嘟嘟车，当然就是 share 的钱比较便宜一点。但是它有一个盲点，就是它只限定在某一个区域，有点像是说我今天只 focus 就是台北信义区好，那台北信义区之外的地方完全叫不到 Moving。可能今天是要逛显罗百丽宫，然后你可能现在要到 Terminal 21， 你就可以直接叫 Moving， 就是大概也要等10分钟到15分钟，但是它的好处就是非常平，然后也可以跟人家共乘。如果说你开车真的非常塞车，我觉得相对来说机车的机动性会更高，你可以至少不会塞在车阵里面。但是其实啊，老公会有一个比较认真的想法。我知道。他不提供安全帽，而且他的车速非常的快。此外，他在车阵穿梭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命好像要随时不见。因为我刚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曼谷好像是不是没有强制大家要戴安全帽这件事？因为刚在来的路上，我看到有2个女生也是骑机车哦，2个人就双载，2个人都没有戴安全帽。常常看到机车闯红绿灯，所以我会建议你不要为了省那一点点钱去搭摩托车。你的命如果在旅程之中突然间出意外，我跟你讲，几万块你都赔不了，你可能整个旅程都毁了之外，你的身心灵可能都受创。我们今天会搭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这边叫不到车子，所以逼不得已之下我们才坐机车，但是也是上了机车才发现啊，竟然没有安全帽。我觉得对于我们台湾人都习惯戴安全帽来说，这件事情大家应该会比较 concern 一点，所以大家可以再斟酌看看这边机车是没有让你戴安全帽。那影片的后面呢，会再跟大家讲解如何注册以及叫车。
好的，总结如下。Grab 是极有效率的搭乘方式。如果你今天的行程非常的紧凑，而且是多人共游的话，另外没有预算的考量，当然是首选。那如果你今天想省钱，然后行程安排比较弹性的话，我会建议耐心等一下 Bolt。最后啊，如果你真的想要感受一下在地人的搭车体验 ，MoveMe 我相信不会让你失望的。好的，那我们来进行 Grab 的注册教学。我之前呢，就是在台湾这边先输入的手机号码先做注册，这时候会收到你的简讯验证码，然后输入你的姓名就可以完成注册程序了。然后选择你要到的国度，那我选择泰国。接下来就直接在 App 上面点选你要到达的地方，或者是可以拉开地图，选取你很详细的接驳地址或者是到达的地点。点选完之后啊，会显示这个旅程的时间以及你可以选择的车种。这时候你可以选择单一个或是复数个车种，然后上面也会显示它旅程的价格。搜寻完之后，它会显示说这个司机大概多久会到，然后他的车牌是多少，也会显示在地图上。然后也可以看到说你这次的旅程要支付多少的金额。但是啊，有一点要注意，只能用信用卡付款哦，不能用现金。至于 Bolt 在台湾注册的时候，可以先用 FB 跟 Google 注册，但是这边要先把定位干掉，不然你的 App 会显示一片空白。那如果入境注册的话，你是要用泰国当地的手机号码才能注册哦。叫车方式其实跟 Grab 差不多，大同小异。非常建议提早10到20分钟叫车，因为我每一次都叫了非常的久。但我觉得 Bolt 的好处，它就是可以用现金跟信用卡付款。另外啊，司机也非常 nice， 常常会传讯息跟你告知目前的车况。好的，另外 MoveMe 一定要用泰国当地的手机号码收取简讯验证码之后做注册，然后将一些权利义务往下滑 ，Confirm 就可以完成注册咯。然后 MoveMe 它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共乘，然后或者是说你今天要包全车都没有问题。然后当然啦，你要先储值，储值的方式啊，只能用信用卡预先储值，所以这一点要请大家特别留意。所以它上下车并不是用现金去付款的哦。储值完成后啊，就可以透过地图或是 key in 地点，选择你要接驳的地点以及去程的目的地。然后这边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它是类似区域跟区域的概念，所以你不可以跨区域的接驳。例如像是说你不能从信义区我要接驳到大同区的道理是一样的。另外啊，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就是你上车前要先扫一下它 QR code， 确认你有搭到这部车之后，你再上车。另外啊，来趟曼谷，如果小玩家们不想花时间去买伴手礼，还有没有什么更有效率的方式呢？我推荐2种方式，第一种啊是依照旅游地附近的 Big C 前往自取，像我这次啊是在 Central World 逛街完后直接去 Big C 拉恰达利门市取货，自取的地点啊就在拉恰达利门市的3楼。看到自取的柜台，你将你的订单画面出示给柜台人员，柜台人员他就会引导你到结账区去取货哦。第二种是指定日期免运送到酒店，让你在旅途中啊更轻松以及便利，免去了携带物品的烦恼，也能在抵达酒店后啊立即享受到你所需的商品，节省了你去寻找商店的时间，让你可以更快的投入在旅行的乐趣之中啊。好的 ，Big C 的自取跟提前预购流程啊，先用手机进入它的官网，不用特别下载 App， 然后输入手机，这边一定要是他们泰国当地的手机号码，然后收到验证码之后注册完成，然后在 Search Bar 用英文 key in 你要搜寻的项目，选择你要取货的方式，像我这一次是自取，所以我可以选择他要自取的门市以及付款的方式，确认订单内容没问题之后，预约确定合适的时间，我就会过去自取。那另外一个方式啊，就是透过提前的预约，比较不一样的是，就是你要 key in 你的酒店的地址，输入完信用卡资讯就可以完成采购了。最后，这部影片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分享。我是创世小夫妻，下次见哦。